确认妻子出轨那天，我决定让他身败名裂，只因妻子答应陪我过生日，可他却和助理在朋友圈秀恩爱。我立马拨通了妻子的电话。柳如烟，你在哪儿？朱总临时叫我加班，一个生日而已，至于吗？好，那你别后悔。我淡定地挂了电话。我打开了妻子助理的朋友圈，认出了他吃饭的地方。我决定过去一趟，我倒要看看柳如烟该怎么解释。天海阁是独属于我和柳如烟的餐馆，高叔擅长药膳，他做的饭菜符合我和柳如烟的口味。在这里吃高叔烹饪的饭菜，是我和柳如烟与这个世界划清界限的一种方式。我从不带朋友来这里吃饭，柳如烟也从不带朋友来这里吃饭，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但今天他打破了这个默契。沈继年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显示的就是这个地方，沈继年坐的那个位置是以前我来吃饭坐的地方。我驱车来到胡同外，看到了柳如烟的车，这就是他所说的忙。我坐在车内久久没有下车，内心有刺痛也有愤怒。看来随着柳家这些年的强势崛起，柳如烟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，那就让他看看那个当年他依靠的男人是不是真的不行了。我下车，迈步走进胡同。这个好吃，这个也不错。沈继年对桌子上的饭菜进行点评，他指了指站在一旁的高叔。那个老高，我刚才说的这些，你再做一份，打包带走。高叔有些不悦，哪怕是我来了，也会恭恭敬敬喊一声高叔，而我也从不会让高叔多做饭菜。用高叔的话来说，做饭是一门艺术，做什么菜怎么做都要看他的心情。我每次来他都能给我惊喜。不过高叔并不会做重复的饭菜，哪怕简单的酸辣土豆丝，如果做2次也会用不同的方式，在烹制过程中加上变化。高叔看着柳如烟，他没动怒，只是给柳如烟面子。小沈喜欢吃，抓紧去做。柳如烟淡淡开口。做什么？我从门外走进来，看到我进来，柳如烟脸色明显有些不自然。季总，沈继年见到我急忙起身，我想让老高再做一些菜带回去给我爸尝尝。你爸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尝高叔做的饭菜？沈继年明显没想到我这么不给面子，他有些尴尬地看了柳如烟一眼，期待柳如烟帮他解围。柳如烟也没见过我这个样子，他略微沉默了一下，看了沈继年一眼。你先出去。沈继年应了一声，又看了看我。季总，那我先走了。我并不理他。沈继年灰溜溜离开。高叔看了看我，我又新学了一种长寿面的做法，我先去准备。我看着高叔，一会儿我去你屋里吃。高叔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他离开的时候帮忙把门关好。柳如烟这才开口，你不认为刚才说的话太过分了吗？我坐下盯着他，过分？撒谎去谈生意，陪着沈继年过生日。你对过分这2个字的理解是这样吗？还是你认为凭我的能力和手段，骂那个姓沈的2句就算过分？要不要让你看看什么叫过分？你别乱来，我和他没什么。柳如烟急忙开口，她继续道，沈继年从小就没有妈妈，他是单亲家庭，因为缺失母爱，他很渴望得到女性的关怀。他说我和他记忆中的母亲很像，说从小到大生日都没有母亲陪伴。身为领导，我陪他过个生日无可厚非。我脸色很冷，听说过让人叫妈妈的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癖好。季锦晨，你不认为这句话太难听了吗？你做事难看，还想让我说话好听？我知道此刻情绪有些失控，但还是尽量压了下来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既然你想追求刺激，那离婚吧。或许是离婚这2个字刺痛了柳如烟，柳如烟眼里泛起水雾。我就是陪他过个生日，不用这么上纲上线吧。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是你自己做了选择，不是吗？柳如烟低下头。对不起，不会有下次了。柳如烟，你给我把他开了。他在工作上一直很认真努力，你总说要给新人机会，就因为我和他吃了一顿饭就开除他，这不公平。我保证以后不会和他私下接触，只有工作往来。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见。我起身，不想再废话。其实我内心明白，他今天选择陪沈继年吃饭，就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选沈继年而不选我。现在还在为他争辩，这样的婚姻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。我只是想给新人一个机会。柳如烟起身拦住我，我把他调去分公司，不能因为我陪他吃饭，让他一个人承担后果。如果真把他开了，外面人会怎么想？他拉住我的手，你就是多想了，我真的是见他可怜。咱们还没宝宝，我母爱泛滥了，要不今晚咱们要个宝宝吧？没心情。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就因为我和沈继年吃了一顿饭，你就一定要离婚吗？你对我就没一点信任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声音冷了不少。这里从来没有第3人来过，这是咱们的私密世界，是咱们的心灵驿站，不允许任何外人闯入。你却带着沈继年前来吃饭，你这是越界。对不起，我没想那么多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高叔说要给你做新的长寿面，咱们快过去尝尝。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带人来这里，我保证。高叔做的长寿面味道一绝，但并不能抚平我内心的愤怒。我仍旧生气，就如同领地闯入了外人，让我暴躁不安。我没让柳如烟陪着，现在看到他心里只觉得恶心。高叔在一旁陪着我喝了2杯酒。高叔看着我，你别怪我多嘴，
最近外面的消息对你们季家很不利，我建议你和刘董维持好关系。你们季家真出事了，柳家还能拉一把。我喝下去半杯酒。高叔，你说柳如烟敢这样，是因为什么？高叔不说话了，他明白柳如烟如今这般肆无忌惮，就是因为外界传言季家要倒台，他才渐渐露出本性。我再次开口，一旦消息被落实，柳如烟今天连道歉都不会有，离婚也不会是由我提出。高叔仍旧沉默，他知道我说的没错，他沉默地喝了一大杯酒。人心不古啊，当初若不是你们拉柳家一把，柳家早就不复存在了。我笑笑，我能把柳家扶起来，就能亲手把柳家踩下去。高叔只是看了我一眼，他只当这是我的气话。现在外界所有风声都在说季家即将衰败，所有人都等着看季家的笑话。这点我没有过多解释，心中渐渐有了决定，那就借着柳如烟这件事，让所有人都看清季家会不会倒下。回到家里，柳如烟难得主动起来，她穿了一身性感诱人的睡衣，可我却丝毫提不起兴趣。结婚最初1-2年，她总是变着花样讨好我，因为那时柳家深陷泥潭，需要我的帮助，需要我背后集团的鼎力支持。可最近2年，柳家走出困境，一路扶摇直上，她不再主动迎合我，我多次主动靠近，都只换来冷遇，偶尔的亲密也敷衍冷淡。久而久之，我甚至厌恶这样的相处。人原谅自己很容易，原谅别人却很难。我早就对这段感情心存芥蒂，今日之事更是彻底心寒。面对他突如其来的讨好，我直接拒绝。我走上2楼卧室，反锁了房门，躺在床上，我才恍然发觉，我和柳如烟2年前就开始分房睡，亲密相处的记忆还停留在半年之前。以前是他反锁房门，今天换成了我。第2天早上，他破天荒早起准备早饭，早早坐在餐桌旁等我。我沉默着简单吃了几口，看得出来他想开口缓和，却见我一言不发，最终也没有说话。中午我接到了他母亲的电话，说我们很久没回去吃饭，晚上务必过去团聚，还说我父母也会到场。我心里清楚，这一定是柳如烟特意安排，想借着2家聚餐缓和我们之间的矛盾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昨天他陪沈纪年过生日，只是引爆一切的导火索，但一夜思索仅仅因为一顿饭就执意离婚，未免太过草率。接下来我看他后续表现。晚饭席间，柳如烟把一份计划书递给我父亲，爸，您看看，这是南城项目的计划书。我父亲接过仔细翻看，很不错，思路新颖。如果按照这份方案执行，南城项目利益可以最大化。这份计划书我带走，回去仔细研究。柳如烟笑着回应，爸，可不能只是看看，这个项目想要顺利落地，少不了您的鼎力支持。我心中瞬间明白，季家还有利用价值，南城项目离不开季家撑腰，这才是他不敢和我彻底撕破脸皮的原因。整顿饭我一言不发，没有透露我和柳如烟之间的矛盾。席间气氛热闹和睦，可只有我和柳如烟清楚，我们早已貌合神离。回去路上由他开车，我喝了些酒。这份计划书是沈纪年做的，你爸都十分认可，他工作能力真的很突出，是难得的人才。我请他吃饭，只是想留住核心骨干，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我还以为今天家庭聚餐是为了缓和我们夫妻关系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你从头到尾都不想开除沈纪年，对吗？季景晨，你太钻牛角尖了，我只是想留住公司人才。别看他刚毕业，很多大企业都争抢，这种年轻人总要特殊对待才能留住。如果他要求你把我让给他才肯留在公司，我是不是也要退让？你不可理喻。柳如烟脸色冷了下来，一旦开除他，这份南城计划书就无法沿用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父亲交代。这件事你去说。我心中冷笑，人才天大的笑话。每年大批高材生毕业，商界从来都不缺人才，缺的从来只是平台。既然他跟我耍心机玩手段，那我就让他看清我季景晨到底有多少话语权。就算柳家日渐强盛，我依旧拥有碾压他的底气。第2天一早，我径直前往公司。他舍不得开除沈纪年，那就由我来动手。上午9点半，我坐在办公室品茶观景，办公室门被猛地推开，柳如烟怒气冲冲，将一份合同摔在我办公桌上。季景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说了他是难得的人才，计划书你父亲都认可，你凭什么直接开除他？柳如烟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？昨天你拿计划书给我爸，怎么不说明是沈纪年做的？就算你随便乱写，只因为你是季家儿媳，我父亲也会客套夸赞。你真以为他的方案有多完美？我将一份文件扔到他面前，你自己看清楚。柳如烟拿起计划书，正是昨天那份南城方案，上面密密麻麻布满红色批注，红线标注全是需要整改漏洞，圈出来的内容完全脱离项目规划，与南城发展背道而驰。你也好意思拿给长辈审阅？以往你上交的方案看似完美，实则全是我私下修改润色。这次我父亲依旧让我把关，沈纪年是不是人才不好说，你这位董事长业务能力实在堪忧。柳如烟不甘示弱，就算方案不完美，也有可取亮点。公司需要创新型年轻人。季景晨，我希望你立刻把沈纪年请回来，别忘了，你只是柳家集团副董，我才是董事长，
你没有资格私自开除我的助理。我偏不请回来呢。我语气清冷，直视他的双眼。柳家声势日盛，他这2天早已看清局势，就等我主动提出离婚。可他没有，只是愤怒转身离开。正如我预料那般，季家尚有利用价值，他舍不得放弃这份利益，但他也不想让我好过，变本加厉试探我的底线，刻意刺痛我的心。沈继年又更新了朋友圈，来自领导认可，顺利转正。他之前只是集团实习生，配图是签好字的转正合同，地点依旧是那家专属我们的私房小馆。柳如烟分明清楚怎么做最伤我，又一次带着外人踏入我们的私密领地。这一次我没有打电话，有些失望，一次就足够。第一次通话是我心里还残存一丝奢望，这一次彻底没有了。没过多久，高叔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小陈，本不想打扰你，但想来想去还是要说，我打算离开了。离开？高叔，您是什么意思？我年纪大了，身心疲惫，想去各地走走看看，这家小馆交给别人打理就好。高叔，您受的委屈，我一定替您讨回来。小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真心想休息，别因为我影响你和刘董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刻赶往小馆，店内只有沈继年一人。见到我，他慌忙起身。季总，是刘董认可我的工作，我才顺利转正，真不是我故意招惹您。我和刘董清清白白。我懒得跟他废话。柳如烟在哪？高叔看不惯我，不愿意为我做菜，直接离开了。刘董放心不下，非要亲自下厨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他姿态卑微，言语间却藏不住炫耀与挑衅。柳如烟愿意为沈继年亲自下厨，虚伪敷衍，一览无余。我正要去找柳如烟，高跟鞋脚步声由远及近。季总，求求你别打我！沈继年突然惨叫，正准备拿起桌上酒瓶砸自己头部，好狠的自导自演。季景晨，你够了！端着菜品走来的柳如烟厉声怒吼，立刻给纪年道歉！纪年叫得真亲热。我捡起地上完好的酒瓶，抬手狠狠砸在沈纪年头上。现在你可以继续叫了。季景晨，你太过霸道蛮横！柳如烟满眼怒火盯着我。季总，我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沈纪年弯腰示弱，拼命博取柳如烟同情。你没有错。柳如烟快步扶住摇摇欲坠的他。我先送你去医院，这件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独自坐在店内拨通父亲电话。爸，心里很堵。父亲沉默不语。我缓缓诉说，这2年柳家蒸蒸日上，我们夫妻感情日渐淡薄。我生日当天，他丢下我去陪和我同日生辰的下属庆生。我生气争执过后，他如今甘愿亲自下厨讨好那个人。柳家果然翅膀硬了。你想怎么办？父亲只简短4字，我心境豁然开朗，折断柳家翅膀，让他们一败涂地。挂断通话不久，柳如烟来电约我去民政局。半小时后，两人在民政局门口相见。柳如烟衣着精致，高傲夺目，沈纪年跟在一旁，头上缠着纱布，眼神满是挑衅。这场感情博弈，他自以为大获全胜，可柳如烟这般精明之人，怎会真的被感情左右？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季景晨，你到现在还分不清局势吗？季家即将败落，现在你跪下给纪年道歉，这场婚我们可以不离。沈纪年不再伪装卑微，挺直身躯。季景晨，我和如烟已经得到消息，季家彻底完了，跪下道歉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我一言不发，径直走进民政局大厅。柳如烟当场愣住，完全没料到我如此决绝。在他收到的消息里，季家岌岌可危，我本该卑微祈求他庇护，靠着柳家保全自身。我的态度超出他所有预料。沈纪年连忙劝说，他在装强硬，你进去，他马上就会出来。柳如烟只能顺水推舟，他不敢暴露自己暂时不想离婚的心思。全程十分迅速，10分钟后，两人各自拿着离婚证走出。沈纪年快步上前，刘董，恭喜你重获自由。柳如烟抬手轻抚他脸颊，还疼吗？沈纪年声音颤抖，满眼激动。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说话时目光死死盯着我炫耀。走，我们去庆祝。柳如烟牵起沈纪年的手走向车辆，我转身离开。曾经朝夕相伴的夫妻从此背道而驰。柳如烟满心等着我低头求饶，默默在心里倒计时，可我始终没有开口。就在我准备上车时，他忽然转身。季景晨，你迟早会回来求我。我看了眼时间，淡淡一笑，你的手机马上就会响。话音刚落，铃声骤然响起。如烟季家衰败的消息全是假的。父亲的一句话让他愣在原地。这个消息他反复多方确认，怎么会有假？电话那头继续说道，这是季家为清理内部隐患故意放出的风声，立刻和沈纪年撇清关系，千万不能让季景晨察觉真相。挂断电话，柳如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都到这种地步，你依旧不肯低头吗？我们分居近2年，感情冷淡这么久，我故意找个人气你，你宁愿离婚都不肯退让一步。泪水滑落他脸颊。你太要强霸道了，我只是偶尔闹脾气，耍小性子，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道理的，你就不能多包容我一次吗？他快步走向我。你不肯低头，那我低头好不好？我只是故意气你，从来没想过真的和你离婚。小沈，快跟季总解释，我只是找你演戏气他，我们之间毫无关系。沈纪年没有听到通话内容，却从柳如烟神色察觉到大事不妙，连忙上前。季总，刘董之前特意找我帮忙，知道你们夫妻不和，我才配合演戏，全程都有录音录像，您可以查证。柳如烟急忙附和，没错，所有过程我都留存记录，就是怕日后误会，方便解释。
我神色平静，内心冷笑不已。季家故意放出衰败流言，根本不是整顿内部，而是为了看清婚姻真心。患难见真情，大难各自飞。我即将执掌季家全部家业，伴侣人选至关重要。见我沉默不语，柳如烟委屈拉住我的手。你不相信我吗？我轻轻抽回手，点开手机一段视频。你先看看这个吧。柳如烟看着视频内容，脸色瞬间惨白。她顶层办公室属于私人禁地，未经允许无人能入，隐秘私密。视频里正是她和沈继年私下约会的画面，当着我的面演戏，背地里早就假戏真做了。我语气满是嘲讽，眼前这个女人只让我觉得厌恶。季景晨，你太卑鄙了，竟然在我办公室私自安装监控。你婚内背叛，不忠不忠，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我收回手机，转身准备上车。柳如烟冷声开口：别以为柳家离开季家就无法立足，我愿意继续婚姻是看中南城项目。就算离婚，柳家放弃项目也无所谓。你们季家同样无法独自拿下这块蛋糕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我坐上车，没有立刻驶离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不出片刻，柳如烟手机再次急促响起。接通电话后，她脸色愈发难看。不止南城项目全面叫停，柳家大量合作商纷纷终止合约，银行收紧贷款，不仅新申请款项全部驳回，还要求柳家立刻结清所有欠款。更让他绝望的是，监管审查组入驻柳氏集团，公司核心资产全面冻结。山雨欲来，巨大恐慌席卷全身。冯家也插手了。柳如烟声音颤抖：没错，冯家大小姐亲自出手，扬言要为季景晨讨公道。上京四大家族季家、冯家独占其二。之前外界传言两家对立，冯家蚕食季家，柳如烟此刻才恍然大悟。从头到尾都是两家联手演戏，任一家柳家都无力抗衡，两家联手，柳家毫无反抗余地。他快步冲向我的车子，我一脚油门，车辆迅猛驶出，车窗半降，我冷冷瞥了他一眼。柳如烟嘶吼着挽留：季景晨，听我解释。我没有停留，驱车远去。如烟，还有我。沈继年上前讨好，清脆耳光狠狠甩在他脸上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身边换谁都可以，我只是拿你气季景晨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。柳如烟从未真心喜欢沈继年，不过逢场作戏，借着季家衰败的流言，故意刺激我低头退让，趁机索要季家资产，蚕食季家利益。只可惜所有算盘尽数落空，短短数个小时，柳家市值暴跌100亿，而且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清晰察觉到背后顶级资本打压，他终于明白季家深藏的恐怖实力，也认清自己有多愚蠢。当晚，柳如烟带着父母登门季家，看到屋内客人，三人脸色瞬间惨白。冯燕，冯家大小姐，比我小7岁，刚大学毕业，性格果敢强势。当年她遭遇绑架，是我舍身相救。事后她一直扬言要嫁给我，那时她年纪尚小，我只当作玩笑。没想到她毕业第一件事就是催促我和不忠的妻子离婚。办公室监控并非我安装，而是冯燕所为。她亲眼撞见柳如烟与沈继年私会，重金布局，拿到全部出轨证据，第一时间交给我，力劝我斩断婚姻。柳如烟看向冯燕，转头紧盯我：景晨，我怀孕了，你要当爸爸了。一句话瞬间让全场气氛凝固。我和柳如烟结婚多年，父母一直期盼儿孙。前2年她以事业为重，推脱备孕。后来柳家崛起，季家流言四起，生孩子一事便不了了之。冯燕淡然开口：怀孕多久了？柳如烟故作娇羞得意：快2个月了，事关重大，我一直保密。本来想给你惊喜。冯燕冷笑：是你和沈继年的孩子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柳如烟暴怒，转头看向我：季景晨，别人污蔑我，你就冷眼旁观吗？我沉默不语。冯燕继续追问：景晨哥最后一次碰你是半年前对吧？柳如烟脸色骤变，嘶吼道：季景晨，你用完就不认账，你不肯认，我现在就打掉这个孩子，不受你们羞辱。无人预料，冯燕骤然起身，一脚狠狠踹在柳如烟小腹。当年被绑架留下阴影，她常年苦练格斗，一脚力道十足，柳如烟重重撞在墙上。你想打掉，我帮你。冯燕语气冰冷，拿起一旁高尔夫球杆，正准备吓一吓他。住手！柳父慌忙阻拦，碍于冯家身份，根本不敢动手。冯燕丢下球杆，不屑讥讽：看来这孩子命很硬啊。柳如烟根本没有怀孕，自然毫发无伤。柳父质问：柳如烟好歹是你们季家儿媳，你们就任由她被欺负？我母亲冷声回应：放在古代，不忠之人要进猪笼，他能活在现在，已经是万幸。早在得知背叛时，母亲就想严惩柳如烟，一直被我阻拦。柳父冷哼：你们季家仗势欺人，刻意算计我们柳家，我早就知道，你们早就想和冯家联姻。老战友一场，你这么做不觉得恶心吗？我母亲愤然起身，将一叠文件甩在他脸上：你自己看。当年柳家濒临破产，全靠季家出钱出力扶持才得以存续。多年来，柳家生意违规灰色往来，全是季家帮忙收尾摆平。柳家多次暗中挖走季家核心合作伙伴，口碑极差，全看在儿女婚事上。季家一直隐忍不发。看完所有证据，柳父再也无法狡辩，他脸色阴沉：你们季家也不干净，我手握你们把柄，真要鱼死网破，谁都没有好下场。现在给句痛快话，复婚和好，既往不咎，不然大家同归于尽。我父亲看着他：你所谓的把柄，不过是趁我儿子醉酒，偷偷录音录像罢了。
柳家崛起之后，处处算计季家，多次设宴灌我喝酒，刻意套话录音，想要拿捏季家软肋。柳父强硬说道：“成大事不拘小节，既然你都清楚，今天必须给我满意答复。”父亲没有多说，起身拿来2瓶高度白酒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开瓶一饮而尽。父亲看向柳家3人：“你们看，他醉了吗？我们这种家族自幼防范酒局算计，陈儿6岁就接受特训，别说这点酒，几斤白酒都安然无恙。”父亲淡淡反问：“在你家里，他喝酒从未超过6斤，对吧？”柳父面如死灰，他所有证据都是我刻意顺水推舟留下的虚假内容。我一直阻拦母亲用阴狠手段报复，是因为这份背叛，我要亲手清算。不爱可以和平分开，但婚内出轨背叛婚姻绝不可饶恕。柳家3人惊恐万分，想要逃离门口保镖死死守住去路。柳父颤抖质问：“我们是生死老战友，你怎能如此绝情？”父亲眼神冰冷：“战场上是我替你挡子弹，你忘了？当年战地记者拍下真相，危险来临，你第一反应是把我推出去替你挡灾。2年前，我夫妻险些遭遇致命车祸，事后查明车辆刹车被人为破坏，司机拼死撞向山壁保命，才躲过坠崖惨死的结局。正常人避险都会避让悬崖，只有故意害人才会任由车辆坠亡。司机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：我还没活够。”父亲说道：“调查数日，幕后动手害我们的人就是你，饶了我，求求你饶了我！”柳父跪地痛哭求饶。柳家父女终于明白，这场恩怨从来不止感情纠纷，更是血海救援。柳父跪地求饶的模样，丝毫引不起我的怜悯。当年他把我父亲推出去挡子弹时，没想过绝情；2年前暗中破坏刹车，想要置我父母于死地时，没想过老战友情谊；柳如烟婚内出轨，拿着虚假证据威胁我时，也没想过夫妻情分。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保镖将柳家3人带了下去，没有为难，却也绝不会让他们轻易脱身。柳父的阴谋败露，柳家早已树倒猢狲散，那些曾经依附柳家的势力，此刻避之不及，甚至有人主动向季家递上投名状，揭露柳家更多的违规操作。而沈纪年那个自始至终跳梁小丑般的男人，此刻还不知道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柳如烟被带走前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高傲，也没有了算计，只剩下无尽的恐慌和一丝不甘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被保镖架着离开了季家大门。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在后悔，后悔自己太贪婪，后悔错估了季家的实力，后悔亲手毁掉了自己拥有的一切。但这世上最没用的就是后悔，我不会给他任何回头的机会。先来说说沈纪年，他自始至终都以为自己是柳如烟的偏爱，是打败我的赢家，却不知从始至终他都只是柳如烟用来刺激我、算计季家的棋子。柳家倒台后，他失去了所有依靠，之前仗着柳如烟的关系在公司里作威作福，得罪了不少人，如今树倒猢狲散，那些被他欺负过的人一个个都跳了出来，要找他算账。他被柳如烟甩了耳光后还不死心，以为柳如烟只是一时气急，依旧厚着脸皮去柳家老宅找他，却被柳家的佣人赶了出来。柳如烟此刻自身难保，哪还有心思搭理他，甚至觉得他是个累赘，暗中吩咐人不准他再靠近自己半步。沈纪年不甘心，跑到柳氏集团门口堵柳如烟，想要个说法，却发现柳氏集团早已被监管组查封，门口全是记者和讨债的人，根本没有柳如烟的身影。他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柳如烟这个靠山。之前因为讨好柳如烟挥霍无度，手里根本没有积蓄，为了活下去，他只能去打零工，从一个被人追捧的总裁助理，变成了在工地搬砖、在餐馆洗碗的底层劳动者。曾经的他衣着光鲜，出入高档场所，连高书都不放在眼里，如今却要为了一口饭奔波，受尽别人的白眼和欺凌。更惨的是，他之前为了讨好柳如烟，帮他做了不少违规的事情。柳家倒台后，这些事情被一一翻了出来，他成了柳如烟的替罪羊。柳家为了减轻罪责，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了他身上，说他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公款，泄露商业机密，甚至参与了柳父谋害我父母的阴谋。警方很快就找到了他，将他依法逮捕。庭审那天我没有去，冯岩去了，回来后把情况详细的告诉了我。沈纪年在法庭上痛哭流涕，反复辩解自己是被柳如烟欺骗利用的，可他拿不出任何证据。柳家的人早已统一口径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，而他之前做的那些事情证据确凿，根本无法抵赖。最终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，还要赔偿柳氏集团的巨额损失。监狱里的日子更是生不如死，他从小娇生惯养，哪里受过这种苦？刚进去没多久就被其他犯人欺负，身上到处都是伤痕。他曾托人给柳如烟带话，希望柳如烟能念及往日情分，帮他一把。可柳如烟早已自身难保，根本不会理会他。后来我听说他在监狱里不堪受辱，试图自杀，被救回来后精神变得恍惚，整日疯疯癫癫，嘴里反复念叨着刘董救我，我没有错，彻底沦为了一个废人。说实话，听到这些消息时，我没有丝毫同情。他野心勃勃，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依附柳如烟，助纣为虐，甚至挑衅我、羞辱我，这一切都是他应
应得的，他的凄惨不过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再说说柳如烟，柳家倒台后，柳父因为谋害我父母、商业犯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柳母也因为参与其中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柳如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谋害我父母，但她婚内出轨，帮助柳家转移资产，提供虚假证据，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，缓刑1年，同时还要承担柳家的部分债务。缓刑期间，她失去了所有的光环，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柳董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以前围绕在她身边的朋友、合作伙伴，此刻都避之不及，甚至有人故意刁难她。她名下的房产、车辆被全部查封拍卖，用来偿还债务，最终只能租住在一个狭小破旧的出租屋里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她开始真正的后悔了。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出租屋的窗边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想起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，季家的扶持，我的包容，优渥的生活，光鲜的身份，可这一切都被她自己亲手毁掉了。她想起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柳家还很落魄，是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全力扶持柳家，帮她站稳脚跟。想起我生日那天，她明明答应陪我，却陪着沈纪年，还打破了我们之间的默契，带着她去了天海阁。想起她为了沈纪年和我争吵、辩解，甚至用离婚威胁我。想起她拿着虚假的怀孕证明试图挽回我，却被冯燕当场拆穿。她终于明白，我从来都不是软弱可欺，也不是离不开她，而是因为曾经的情分，一直对她隐忍包容。她也明白沈纪年从来都不是真心对她，只是贪图她的身份和财富，而她却被一时的虚荣和赌气蒙蔽了双眼，亲手推开了那个真正对她好的人。有一次，她在菜市场碰到了我和冯燕。那天我陪着冯燕去买菜，冯燕穿着简单的休闲装，挽着我的胳膊，笑容明媚，眼里满是对我的依赖和爱意。我们说说笑笑，语气里满是默契和温柔，那种平淡而幸福的模样，是柳如烟从未在我身上感受到的。她看到我们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下意识地躲到了一边，看着我对冯燕的温柔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她想起以前我也曾经这样对她，可她却不懂得珍惜，一次次的伤害我，一次次的挑战我的底线。她鼓起勇气想要上前和我说话，可看到冯燕紧紧挽着我的胳膊，看到我眼里对冯燕的宠溺，她又退缩了。她知道她已经没有资格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更没有资格要求我原谅她。从那以后，她开始频繁的出现在我公司、我家附近，只是远远的看着我，不敢上前。有一次，她看到我和冯燕一起去看电影，散场后，我温柔的为冯燕披上外套，牵着她的手，小心翼翼的避开人群，那种细致入微的温柔让她心如刀绞。她终于忍不住在我面前跪了下来，痛哭流涕的向我道歉，求我原谅她，求我给她一次回头的机会。她哭着说：“景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背叛友，不该被沈纪年欺骗，不该算计季家，不该不懂得珍惜你对我的好。我知道我错得离谱，我不求你再和我复婚，只求你能原谅我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做牛做马，弥补我的过错。”看着他狼狈不堪、痛哭流涕的模样，我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我淡淡的看着他说：“柳如烟，当初是你选择背叛我，选择放弃我们的婚姻，选择和沈纪年站在一起，选择算计季家。现在你后悔了，就想让我原谅你，就想回到过去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曾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。生日那天，我打电话给你，是我心里还残存着一丝奢望。你为沈纪年辩解，我让你开除他，是我还想挽回我们的婚姻，甚至在离婚的时候，我都没有立刻揭穿你的真面目，是我还念及我们多年的夫妻情分。可你呢？你一次次的践踏我的底线，一次次的伤害我，直到把我对你的最后一丝情分都消磨殆尽。现在柳家倒了，沈纪年成了废人，你也变得一无所有，你才想起后悔，才想起我的好，可太晚了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也不会再原谅你。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不要再打扰我和冯燕的生活。说完，我牵着冯燕的手转身就走，没有再看她一眼。身后传来她撕心裂肺的哭声，那哭声里满是悔恨和绝望。可我再也不会回头，我知道对她的仁慈就是对我自己的残忍，也是对冯燕的不公。后来我听说柳如烟在缓刑期间一直浑浑噩噩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她试图找工作，可因为名声太臭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录用她，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糊口。她常常去监狱看望柳父和柳母，每次都被柳父打骂，柳母也对她怨声载道，说她是柳家的克星，毁了整个柳家。有一次她去监狱看望沈纪年，看到沈纪年疯疯癫癫的模样，彻底崩溃了。她终于明白自己这一辈子都毁在了自己的手里，她失去了亲情、爱情、财富、身份，失去了所有的一切，只剩下无尽的悔恨和孤独。后来她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有人说她去了一个偏远的小镇，隐姓埋名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，也有人说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日子，选择了自杀。无论她的结局如何，都与我无关了，那是她应得的归宿。而我在摆脱了那段令人窒息的婚姻后，终于找回了真正的自己。冯燕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她天真烂漫，果敢真诚，从不算计我，也从不贪图我的财富和身份。她爱的只是我这个人，和她在一起，我不用伪装，不用防备，不用小心翼翼，可以尽情的做自己。那种轻松自在的感觉，是我和柳如烟在一起多年从未感受过的。我接手了季家的全部家业，在冯燕的陪伴和帮助下，整顿公司内部，清理了那些曾经依附柳家心怀不轨的人。
人，拓展了新的业务领域。季家不仅没有衰败，反而比以前更加繁荣昌盛，与冯家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，两家联手成为了上京最具影响力的家族，无人敢轻易招惹。我和冯燕的感情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越来越深厚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婚姻的阴影而封闭自己，变得冷漠孤僻。冯燕用她的热情和温柔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，让我重新学会了爱与被爱。我们会一起去天海阁吃饭，高叔后来回来了，重新打理着那家小馆，看到我们在一起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高叔说他早就看出冯燕是个好姑娘，适合我，也真心希望我能幸福。我们会像普通情侣一样一起去看电影、逛商场、吃路边摊，一起去旅行，去看遍世间的风景。冯燕喜欢热闹，我就陪她去参加各种聚会；我喜欢安静，她就陪我坐在书房里看书喝茶，安静的待一下午。我们彼此包容，彼此理解，彼此扶持，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1年后，我在天海阁向冯燕求婚了，没有盛大的排场，只有我、冯燕、高叔，还有我父母。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钻戒，单膝跪地，看着冯燕的眼睛，认真的说：燕燕，以前的我被婚姻伤害过，封闭过自己，是你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。我不敢保证以后不会让你受委屈，但我会尽我所能，护你一生周全，对你好，一辈子不变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冯燕眼里泛起了泪光，用力的点了点头，哽咽着说：我愿意，景琛哥，我愿意嫁给你。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，冯燕依旧保持着她的果敢和真诚，偶尔会耍点小脾气，但更多的是对我的温柔和体贴。她会亲手为我做早餐，会在我工作疲惫的时候给我按摩，陪我说话，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支持我，鼓励我。我也学会了更好地照顾她，包容她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势霸道，学会了倾听她的想法，尊重她的选择。我们一起打理季家的生意，一起规划我们的未来，一起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。闲暇之余，我们会带着父母去旅行，去享受天伦之乐，会去天海阁吃高叔做的饭菜，回忆那些温暖的时光。完结。